中秋节又称八月节、八月半或15夜。这一天的月色格外明亮，因此也叫月夕。由于中秋节在秋季，还被称为秋节，韩国称之为秋夕。因为有祭月、拜月的习俗，故又称为月节或月亮节。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出嫁的女儿也会回娘家团圆，因此又有团圆节和女儿节之称。仲秋时节，各种瓜果丰收上市，所以也叫果子节。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按照古代历法，一年四季各分为孟、仲、季三个时段。古人将农历8月15称为仲秋或中秋，这一天正值月圆之时，不仅处于三秋之中的第2个月份，日期也恰在1个月的中间位置。直到唐朝初年，中秋节才被固定为一个节日。关于中秋节的由来，一种说法认为，中秋节起源于古代帝王的祭祀活动，天子在春天祭拜太阳，秋天祭拜月亮。后来，这种习俗被贵族和文人效仿，并逐渐传到民间。另一种说法认为，中秋节与农业生产有关。秋天是农作物丰收的季节，人们选择一天来庆祝丰收，久而久之，这一天就成了中秋节。古人认为，收获是风调雨顺、上天赐予的结果，因此丰收后会祭拜天地，以表达感恩之心。在这个意义上，中秋节也可以视为感恩节。古代中秋节时，人们会祭月，祈求月亮的力量帮助实现愿望。由于中秋这天的月亮通常最圆，随着时间推移，月圆逐渐象征人团圆。因此，在中秋佳节，身处各地的人们会不远千里赶回家，与家人团聚，共享团圆饭，交流近况，团圆成为中秋节的核心意义。民间流传着吴刚伐桂和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相传，凡人吴刚渴望学习成仙之术，但总是半途而废。天帝为了惩罚他，将他流放到月亮上的广寒宫，命他不停地砍伐宫殿前面一棵巨大的桂树。然而，每当吴刚砍下桂树的一部分，树又立刻愈合，再次长好。因此，吴刚永远无法完成砍倒桂树的任务。唐代著名诗人李白也引用过这个神话故事，欲折月中桂，实为寒者心。意思是想要将月宫中的桂树砍了，用来给无衣御冬的穷人当柴烧，让他们可以取暖。在另一个与月亮有关的神话传说中，嫦娥是一位仙女，她的丈夫后羿因射下9个太阳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并从西王母那里获得了一种长生不老的仙药。嫦娥为了保护仙药不落入坏人之手，不得已自己吞下了仙药，飞向月宫，从此与后羿天各一方。月宫中的嫦娥变成了捣药的蟾蜍，也就是月经。在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西汉帛画中，月亮上画着一只趴在地上的大蟾蜍。古人认为，蟾蜍一次能产下数千颗卵，鼓起来的肚囊好似孕妇，象征着强大的生育能力。而母性与月亮的阴性特征相符，因此，在汉代及以前，人们把蟾蜍视为月经。在许多汉代画像中，男性形象伏羲举着有3足金乌的太阳，而女性形象女娲则举着有蟾蜍的月亮。金乌象征男性生殖崇拜，蟾蜍象征女性生殖崇拜。而民间常认为月亮上有白兔捣药，这又是为什么呢？汉代刘向在《五经通义》中提到，月亮中有兔子和蟾蜍2种精灵。西汉帛画也显示，月亮上确实有一只兔子，但它在奔跑，而不是捣药。捣药的兔子原本属于西王母的神话，后来因为传说嫦娥吞服了西王母的不死药，而月亮象征死而复生，这些联系让兔子变成了月亮上捣药的形象。至于兔子如何去了月亮上，近现代学者认为，兔是误读的结果，人们把蟾蜍读成了蟾兔，加上后人更喜欢兔子而厌恶蟾蜍，月宫玉兔的形象逐渐取代了蟾蜍。各地都有自己的中秋习俗，但共同之处不外乎祭月、赏月、观花灯、庆丰收、祭祖、吃团圆饭、吃月饼。对月亮的朝拜仪式自周朝就有记载。
拜月即对月神的崇拜，宋代以后开始在民间广为流行。拜月仪式大都在8月15晚上，在自家庭院或户外设月神牌位，摆上如瓜果、月饼之类的贡品，通过叩拜祈求福佑。宋代之时，男女拜月出自不同的需求，男子祈求仕途功名，女子则祈求美丽容颜。随着时代的演变，明清以后才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中秋赏月的风俗十分流行，许多文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佳句，比如耳熟能详的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唐代诗人张九龄在《望月怀远》中写下了千古绝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到了宋朝，中秋节可谓世俗狂欢的盛大节日，人们争相登楼赏月，浊酒高歌。中秋夜，例行的宵禁也被取消，夜市通宵营业，赏月游人络绎不绝。苏轼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感慨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中秋节和春节、元宵节合称中国传统3大灯节。自古以来就有中秋举办灯会以助月色的习俗。北宋武林旧事记载了将一点红羊皮小水灯放入江中漂流玩耍的中秋节俗。明清以来，许多地方形成了竖中秋、放天灯等习俗。竖中秋就是将彩灯高竖起来之意。人们用竹条扎成各种各样的灯，有花果灯、鸟兽灯、鱼虫灯等，有时还会配上诗词和剪纸。晚上，在灯内点燃蜡烛，下面挂上许多小灯笼，用绳子系在竹竿上，然后将竹竿插在平台、屋顶或高树上。所谓放天灯，指的是孔明灯，这是一种用纸制作的灯笼，灯底点燃蜡烛后，借助热气上升的原理，使灯笼飞向天空。中秋节也是农作物丰收的季节，接近秋社日。有民俗学家认为，中秋祭月源于庆祝秋收和祭拜土地神，是一个感谢神恩的丰收节日。中秋节也是家人团聚的时刻，人们会回家一起吃饭、团聚，并祭拜祖先，感谢祖先的庇佑。人们会吃与月亮和团圆有关的食物，这些食物也常作为祭品，比如华人、汉族有吃月饼的习俗。此外，当季的水果和其他农作物也是中秋节的食品和祭品，是农耕社会中秋季收获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各地还有一些特色习俗，比如供奉月光马、兔儿爷、燃宝塔灯等习俗。明清时期，月神形象发生了重要变化，由早期纯道教色彩的以嫦娥为主的月宫图景，演变为佛道交融的月光菩萨与捣药玉兔并存的世俗形象。这个时期，人们供奉会有月光菩萨的月光纸，也叫月光马。中秋节的兔儿爷是老北京的传统泥塑工艺品，起源于明代。这个习俗源于月宫有嫦娥和玉兔的说法，民间将兔儿爷艺术化、人格化，用泥巴塑造成各式各样的兔子形象。明清时期，兔儿爷在祭月仪式中逐渐独立出来，形象也变得丰富精致。有些兔儿爷被雕刻成身穿金甲的武士，有的骑狮子、大象、麒麟，有的被插纸旗或纸伞，非常讨喜。后来，兔儿爷逐渐演变为中秋节独有的儿童玩具。在中国南方，中秋节有燃宝塔的习俗。人们在空地上用土砖和瓦片砌成一个空心的塔，塔内装满木材、竹子和骨壳等。晚上，大家聚集在宝塔周围点火燃烧，火势旺时会撒松香粉助燃，场面非常壮观。民间还有烧塔比赛，谁能把宝塔烧得完全红透就胜出，胜者会获得彩旗、奖金或奖品。传说烧塔节俗起源于元朝末年，汉族人民在中秋节用火作为起义信号来反抗暴政。既然中秋节又叫果子节，自然少不了苹果、桃子、石榴、梨、冬枣、葡萄之类的各色瓜果。这些果品主要用于送礼和上供，因此品相和包装都十分讲究。
果农在苹果未熟时，将福、禄、寿字等图案的剪纸贴在果子上，避免阳光照射，等成熟后，再把剪纸揭下来，红色的苹果上就会留下字形图案。柚子因其名字谐音柚子，寓意保佑子孙，是中秋节常见的应节水果之一。16子利多，象征着多子多福。柿子的柿与是同音，象征着事事顺意。在苏南地区，有吃毛豆和茄子的习惯，这些蔬菜寓意着丰收和健康。在潮汕地区，人们喜欢在中秋节吃芋头，寓意遇到好事，希望带来好运。无疑，月饼是中秋节最具代表性的食品。最早的记载来自唐朝，当时唐僖宗在中秋节吃月饼，并赐给新科进士们。到了宋代，月饼的制作更加精致，并有了荷叶、金花、芙蓉等雅称，还在饼面上印有各种图案。明朝时期，中秋节开始注重拜月和团圆，月饼因象征圆月而成为祭品，工人们在祭月后分享食用。到了清代，月饼的地位上升，吃月饼成为中秋节的重要习俗之一，制作技巧也不断提高。比如，莲蓉馅的广式月饼在清朝光绪年间广受欢迎，迅速流行起来。如今，各种风味的月饼，如京式、金式、苏式、广式、潮式等，在中秋节依然深受喜爱，成为人们欢度节日的必备美食。在北京，传统的中秋月饼以自来红和自来白为主，这两种月饼的形状像一个圆鼓鼓的小馒头。自来红用香油和面做皮，烤色较深，用白糖、冰糖、果仁做馅，外皮上画一黑红色的圆圈，圈内用针扎上几个小孔。自来白用猪油和面做皮，外皮纯白，用枣泥、桂花、山楂、白糖等做馅，有红色小戳记号，标志着馅的类别。其他月饼还包括提浆月饼和翻毛月饼，提浆和翻毛又叫酥皮点心。鲜肉月饼起源于上海，是上海和江浙地区的特色传统糕点。它以新鲜猪肉为馅，外皮酥脆，内馅多汁，带有鲜香的肉味，通常采用苏式酥皮制作方法。广式月饼以皮薄、馅足、松软而闻名，主要分为莲蓉馅和杂馅两大类，既可以甜口也可以咸口。港式月饼是广式月饼的分支流派，诞生了流心奶黄月饼、冰皮月饼等新派广式月饼。除了月饼，中秋节的节令饮食因地域差异而多种多样。桂花糕也是中秋美食之一，此时正值桂花飘香。桂花糕是一种用糯米粉、糖和桂花制成的糕点，香甜可口。在中国南方，尤其是江浙地区，中秋节常吃南瓜饼，象征丰收和吉祥。中秋正是螃蟹肥美的季节，许多人在中秋节会品尝大闸蟹或其他类型的蟹，寓意团圆美满。在江苏南京等地，有中秋吃桂花鸭的习俗，因为此时的鸭子肉质肥美，滋补身体。这些美食不仅丰富了中秋节的餐桌，也承载着人们对团圆、丰收和幸福的美好期盼。中国的中秋节和美国的感恩节虽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但他们都表达了对团聚和感恩的珍视。无论身处何地，文化差异如何，这种对家庭和幸福的追求是相通的。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能感受到温暖与爱。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请记得帮我们点赞。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